你有没有过这种痛苦？看到甜品全都想吃，不知道选哪个好。如果这个说的是你，那中国的年轻人会给你一个建议：去沙高大会。沙高是什么意思？想象一个画面，在一个咖啡厅里有20个人，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12款不同味道的蛋糕。他们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蛋糕分成20份，每人都有机会吃到。一个下午可以尝到全城最热门的12款蛋糕，是不是很过瘾？这就叫沙糕大会，也叫沙糕局。你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有没有吸引到你？可能有些人会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以自己一个人买一份，一次尝一个口味。为什么要一次尝12种蛋糕呢？让我通过今天的新闻标题和你聊一聊，为什么这个沙糕局能火起来。年轻人 AA 制，反杀高价蛋糕，沙糕大会掀起蛋糕自由新潮流。年轻人为什么这样做？首先，因为现在的蛋糕太贵了。你看照片里这样一整个蛋糕，只有这么大，一般在200块钱左右。那这样一份呢，也要40、50块钱，而且不是所有的口味都切成块卖。你想吃就只能买一整个蛋糕，这让年轻人觉得太不值了。于是沙糕大会出现了。为什么用这个沙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沙这个字用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不心疼，再贵的蛋糕直接切，有一种特别痛快的感觉。像我开头时候说的，一般这个活动一次能品尝到几种，甚至10几种不同口味、不同蛋糕店的蛋糕。而每一个参加的人呢，只需要花100多块钱，相当于2块蛋糕的钱。当然，这个沙糕大会还会提供咖啡呀、茶水呀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年轻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认识不同的人，是一种很舒服的社交活动。这就让一个简单的品尝活动变成了年轻人的新潮流，在大城市都火热起来。如果说年轻人为了便宜去参加沙糕大会，但你会不会想说，他们一个人花100多块钱呢，比自己吃1块蛋糕贵多了，怎么合适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2条新闻标题：记者体验沙糕局，共享甜品，藏着新消费风尚。沙糕局，也就是前面说的沙糕大会。记者为了写这篇新闻，自己去感受了一下，结果呢，他也很喜欢。想象一下，在一个周末的下午，
一群年轻人围在咖啡厅里的一个大的桌子边，桌上摆着10个一样大小但不同样式的蛋糕。屋里放着轻松的音乐，飘着浓浓的咖啡香。就这样，一个沙糕局开始了。有一个人叫主理人，他做什么？他会告诉你每一个蛋糕是什么品牌、什么味道、有什么特点。他还会按照一定的顺序，一种一种切成小块，给每一个人品尝。参加的人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吃着蛋糕，还可以听听别人是怎么评价的。就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有的人都很享受。所以这些参加的人真正在乎的不是钱，他们不是没有钱自己买蛋糕吃，而是一种消费观念的改变，也就是标题里说的新消费风尚。有一段时间，年轻人很看重一个品牌，觉得一个品牌能代表甜品的质量，愿意为这个品牌多花钱。现在呢，不一样了，他们不再为品牌买单，而是看重每一口的感受。不管你是什么店、什么品牌的蛋糕，必须好吃，我喜欢才行。也正是这样，这个沙糕局的主理人非常重要，他要挑选合适的蛋糕让大家品尝。这就好像是一个百货商店的私人顾问，他会为你介绍，为你推荐合适你的衣服。年轻人觉得品尝的时候还能学到点什么，值了。既然这个活动越来越火，很多的蛋糕店、咖啡店的老板也看到了商机。他们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第3条新闻标题：沙糕局走红，烘焙商家入局。现在中国的烘焙店也叫蛋糕店越来越多，不要说北京、上海、广州了，就是小一点的城市，在主要的街上可能就有几家烘焙店，这竞争是相当激烈。老板们都说：“哎，生意不好做呀。”沙糕局救了他们。这些年轻人啊，一边说我要控糖，少吃甜的，一边呢却积极地参加到这样的活动中。烘焙店的老板发现，这可是很好的机会呀，可以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家的蛋糕，这就是商机。必须参与进来，这就是标题里说的入局。咖啡店老板也发现了，做这个活动需要有地方吧？我们这里不光有地方，还能提供各种喝的，欢迎你们都来我们这里开沙糕局，也能帮我们带来些人气。所以新闻里说，这简直就是3赢啊！从年轻人到烘焙店，再到咖啡店，都觉得赚到了。说到底，中国的年轻人在用一种很随性的态度生活，品牌、价格、样子这些都可以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感受，花钱享受和开心的同时，还能认识新朋友，和同样兴趣爱好的人们在一起，这才是他们真正在追求的。你觉得这样做是聪明，还是有一些浪费？如果是你，你会去参加吗？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我是 Coach 天，下周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我们下周见，拜。Learning Chinese doesn't have to be lonely. If you want to learn through real content and keep growing with guidance, you are welcome to my reading club. More details are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